阿弥陀佛，老衲又来打扰施主。这次老衲带了几本经书，反正施主左右无事，不如翻阅一下。有劳大师了。佛祖昔日割肉为鹰，皆因有好生之德。施主也和佛祖一样，有慈悲心肠，不辞辛苦地被灵狐少侠来本寺求医，而甘愿留在本寺静修，真是难得。令狐冲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才肯这么做。施主能留在本寺，也算与佛有缘啊。这里冰寒无比，我是逼于无奈才会留在这里。大师就不必再费心对我说教了。施主言之差矣，将你安置在此地，虽说寒冷，但对你的内伤却有治疗的好处。大师要是真的好心的话，就让我去见见令狐冲。如今施主想见灵狐少侠，也没什么好处啊。所谓正邪不两立，如果施主能修得正果，那你和少侠自然有缘再相会。好了好了，啰里吧嗦的，不见就不见。我问你，令狐冲他的内伤好多了吗？灵狐少侠刚刚离开灵鹫寺了。离开了，那就是好多了。多谢佛祖，上天果然有好生之德。阿弥陀佛，本座不再打扰施主静修。是我了，怎么样？意外吗？喜欢吗？我说你呀，你呀，你们两个门派真的很闲啊！除了会欺负人，还会做些什么事啊？而且还欺负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。令狐冲，你这个华山派的叛徒，你师父说你勾结魔教，果然没错。这个妖女双手沾满了英雄豪杰的鲜血，你与她为伍，我们就连你也剁成肉酱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，我也不想听懂，我只知道。你们在欺负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，那你又何必强出头呢？唉，闲人一枚，多管闲事罢了。好，我就先杀了你这个臭小子，再跟这个魔教妖女算账。多谢。哇，姑娘，想不到你武功这么厉害，还真看不出来。哎呀，热死了！你刚才说和我素不相识？是啊，在下不是刚才才和姑娘照的面吗？你当真不认识我吗？哎，姑娘，我什么时候认识你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对我就像个陌生人一样。既然素不相识，你是名门正道，而我是旁门妖道，两道一向是为敌的。你为什么愿意得罪那些正派人士，而奋不顾身的救我一命吗？也谈不上什么救不救的，我呢就是多管闲事罢了。不过姑娘的武功这么高强，在下真是佩服佩服啊！我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就是有救命之恩嘛。好啊。什么姑娘小姐的，我叫莹莹，你就叫我莹莹吧。莹莹，那我就叫你灵狐大哥。你怎么知道我姓灵狐？啊，刚才他们讲的，不是吗？哦，哎，莹莹，你要叫我灵狐也可以，不过这大哥二字，你看我是魔教中人，瞧不起我？没有，莹莹，我灵狐冲随意惯了，你别生气啊。哎，不
过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就有一种亲切感，而且你的声音特别好听。如果这里有酒的话，我就给你喝一杯。那我们去买吧。好啊，走。走。灵狐大哥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啊？冲哥，那个装成婆婆的姑娘，最后怎么不见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她为我付出实在太多了，几次救我的性命，又在绿竹巷教我弹琴，五霸岗上又召集各路朋友来帮我，我令狐冲真是死也难报。原来，他把东方不败认成是我了。这个东方不败，到底要做什么呀？好在我已经得到了爹爹的消息。哎，冲哥，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？灵鹫寺的和尚有没有帮你治好？有没有把易筋经传授给你啊？没有，生死由命，随他去吧。我令狐冲呢，要是在死之前可以喝上一壶好酒，也算是值得了，对吧？喂，姑娘，你真的不用为我的内伤而担心。我令狐冲多活一天呢，就算赚一天。我搞不好死了之后，比活着更痛快。幽冥之事，救赎渺茫，能不死当然不死最好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我欠你一条命，这条命我一定还给你，要不然我心里总是不舒服。哎，你怎么了，冲哥？没事，我体内的真气又开始作乱了，好难受。冲哥，你别担心，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有一个人一定能治好你的内伤。顾得了，今晚再说吧。啊，我给你输真气。千万别，我体内好多真气了，再给我输我就完蛋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说个故事给我听，转移我的注意力，怎么样？讲故事？啊！我心中这般难过，你还要我讲故事？也好，那我就这样讲。我还真有一个故事，是我小时候我娘讲给我听的。哦，那是你们……啊，不是你们日月神教的故事。我们日月神教确实源自西方，可是我娘给我讲的这个故事，是从一位久居中土的西方老人那里听说的。传说在西方有一个大国，叫做福临国，国内有一位学问极深的圣人，圣人的座下有一位年轻的侍者，叫做尼摩多。尼摩多，好奇怪的名字啊。有一次啊，尼摩多出去游玩，捡到了一件非常精美的衣服，最特别的是啊，那件衣服啊会讲话。哈，那这是一个神怪故事了，我最喜欢听了。继续。你要是再说，我就不讲了。哦，好，我不打岔，你接着讲。这件衣服啊，口吐人言。他说他自己是福临国蜀国一位小郡主的衣服，可是这个小郡主被妖人的妖法囚禁，必须有人把这件衣服交到小郡主的手里，才可以破得妖法，小郡主才能获得自由。尼摩多心生侠义，便爬过琉璃山，淌过沸水河，千辛万苦，终于把这件衣服交给了小郡主。妖法一破，这个小郡主对尼摩多心生爱慕，便要嫁给他。是吗？哎，这真是个好故事啊！这个尼摩多还真是好福气啊！唉，如果故事真的就这么结束了，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了。可是事情啊，并非如此。怎么了？这个尼摩多不愿意娶她啊？尼摩多当然愿意娶了，只是要回国向圣人禀明才能成婚。谁知道那个妖人居然向尼摩多施了妖法，只要他一离开小郡主，他就会昏迷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就会把小郡主忘得一干二净，怎么都想不起来。冲哥，如果你是小郡主，你会怎么办啊？要是我的话，我就去找那个尼摩多，找他问个清楚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尼摩多昏迷以后，却被另外一个女子所救。啊！尼摩多心存感激，便要娶那个女子为妻。小郡主等不到尼摩多，便到福临国去找，竟然看到尼摩多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在一起，不日便要成婚。小郡主见到了尼摩多，尼摩多却把他当成路人。什么？那这小郡主岂不是伤心欲绝的要死啊？伤心也没有用啊。于是小郡主决定自己去争取。她拿出自己的3件新衣服送给那个女子，一件
明如日光，一见皎若月光，一见闪似星光。他要那个女子安排自己与宁魔多共度3日。哇，这个小郡主还真够大胆的。可是那个女子怎么会愿意呢？这有什么呀？我娘说了，福邻国对男女之嫌并不大在意。只是那个女子拿了礼物之后就更加狡猾了，她竟然要宁魔多喝了迷药香茶再去见小郡主。这1连2日，小郡主都面对一个昏睡的人，她就只有哭泣了。哎，她还真是好脾气。要是我，一剑把她扎醒了再说。我也想扎醒她呀。扎我干嘛？好在第3天早上，有一个下人跟宁魔多说了小郡主的事情，于是宁魔多就没有喝下迷药香茶，这才见到了小郡主。他们回忆起了往日的情谊，就立马成婚了。那个冒名顶替的女子拿到那3件新衣，也开心的不得了。是吗？嗯。哇，这真是个好故事。我听完之后啊，体内的真气好了许多，那种剧痛感觉全部都消失了。真的？嗯。哎，冲哥，我们从这儿到你明天疗伤的地方路程还很远，要不你快去休息吧。好啊，那休息吧。嗯。冲哥，你要记得我跟你说的，到这里来，一切都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。知道了，营养。叫我左依依。哦，左依。两位有何贵干？嵩山门下，华山门下弟子有事求见江南四友4位前辈。我家主人从不会客。哎，这兄台且慢。这是嵩山派左盟主的令牌。江南四友和五岳剑派素无来往，就算左盟主亲自到来，我家主人也未必接见。嗨，我爹的这个令牌只不过用来吓唬吓唬人。你们江南4位前辈是何等高人啊，怎么会把这块令牌放在眼里呢？只不过晚辈一直无缘拜见4位前辈，所以把这个令牌当成信物而已。阁下是左盟主的女儿？正是。我也没什么名气，你当然不认识我了。想当年，丁兄在祁连山单掌降4霸，一剑双雄，是何等的威风！小女子啊，实在是佩服。小事一桩，何足挂齿。看不出左姑娘还真是见识广博呀。武林中啊，沽名钓誉之徒甚多，而有真才实学、做大事又不愿意宣扬的清高之士却十分难得。一字殿见丁坚大哥，小女子啊仰慕已久。客气客气客气。我爹爹说了，这一次来到梅庄，有事想请教4位庄主。不过晚辈知道，这一趟来不一定能见到4位庄主，但是能见到丁大哥，我也已经不枉此行了。哦，对了，左姑娘，那您刚刚说这位仁兄是华山派门下的？啊，他是我大哥，他可是当今华山掌门岳不群的师叔辈。可是这位仁兄的年纪……他年纪当然比岳掌门小，不过他可是风清杨老前辈唯一的传人，剑法之精，华山无人能及。啊，敢问两位高姓大名？我叫左依依，他叫风二中。二中，哦，幸会幸会。那这样，两位请里边入座品茶等候，我这就去禀报我家主人，见与不见由我家主人决定。有劳丁兄了。有劳，客气客气。里边请，请。
风大哥，你看这画虽然是寥寥数笔，却气势非凡。哎，我一见这“醉”字啊，我就十分喜欢。这字里面好像蕴藏着一种极高的剑术。风兄，想不到您还真是剑术的名家呀！我们家四庄主丹青生说道，那一日他大醉之后做了此画，无意间一副剑气蕴蓄在其中。哦，这可是他平生最得意之作呀！只可惜酒醒了之后就再也做不出来了。可没想到风兄，你居然能一眼就道破这画中的玄机。我想四庄主一定会视你为知己的。哦，我这就去请示他。哎，两位稍等片刻。没想到你还懂画啊？懂什么懂啊？我连字都认不太全，碰巧蒙中而已。如果这四庄主啊要跟我谈书论画的话，我可就丢大脸了。别怕，有我呢。你？庄主，这位便是华山的风大侠。一看您泼墨笔法，便看出了其中蕴含有一套剑术。从我的画中可以看到剑法，这个人可了不起呀！这位一定是丹青生老前辈了吧？我叫左依依，他是我的大哥风二中。在下风二中。你会画画和使剑吗？白乐天杭州喜望诗意，红袖之林花事叶，轻骑沽酒趁梨花。这个喝梨花酒啊，一定要用翡翠杯。看来四庄主是个品酒的大行家。同道中人，兄弟，朋友。兄弟我呢，好酒、好画、好剑，人称三绝。三绝之中呢，以酒为首，丹青次之，剑道为末。来，兄弟，我请你喝个痛快。好啊，来，好。左姑娘，请。风兄弟，怎么样？这里竟然有三锅头的陈年汾酒。哎，前辈，这百草酒有75年了吧？猴儿酒，难得的佳酿，厉害！风兄弟，你真厉害！刚一到我的酒室，就已嗅出我藏的名酿，真是了不起啊！前辈你客气了。你这里呢，绝对不止3种名酿那么简单，啊？哇，绍兴的女儿红，绝对极品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西域吐鲁番的葡萄美酒，4蒸4酿，当今世上绝无仅有。风兄弟，我这吐鲁番的4蒸4酿是藏于木桶之中，你都能闻得出来，神乎其技，神乎其技呀！前辈，这等好酒，就算是藏于数丈以下的地窖，也能闻得到它的酒香啊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品尝这葡萄浓酒，来。风兄弟，左姑娘，请。风兄弟，此酒如何？
风兄弟，感觉如何？好，这酒的味道，好像出嫁的少女，又好像风月中的老手，心中有尘，尘中有心，可以说是绝妙之味。好，来。四庄主，其实这个酒有另外一种喝法，只是现在我们无法办到。另外一种喝法，为什么办不到？我曾经喝过此酒，当时天气寒，那个酒国的前辈拿了一大块冰，把这个酒放在冰上。这个葡萄浓酒一经冰镇，别有另一番滋味。只可惜现在正当初夏，我们便喝不到这个冰镇的葡萄美酒了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这样吧，你们就再待半年，等到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再品尝此酒，怎么样？冬天？哎呀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我想想啊。其实，如果有一人的内里极寒，便可以化水为冰。可是这江南一带似乎没有什么寒冰掌、阴风爪的高手，否则有了。风兄弟，跟我来。哎，快点儿！啊！这黑子冲又冲不出去，做又做不活，这下一步当如何走呢？来来来，二位请。二哥，这次你可要帮我一个忙啊！帮什么忙？露一手以化水为冰的功夫，让我这两位好朋友瞧一瞧。我没空，正下棋呢。没劲儿，怎么办？想偷袭，没那么容易。准备放箭。剑是有，可是人手不够。放下去。是。不要再射箭了。哈哈，
借箭呢，我不会上当。他们使的这叫草船借箭之计。快上，快上，快上！妙啊！这一步走的真是太妙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难道这位姑娘也喜欢下棋吗？好而不善，让二庄主见笑了。哟，不过我有一个叔伯啊，他倒是好棋成痴。哦，他这一辈子就爱收集世上那些罕见的棋谱，所以古往今来的名局，我倒是会上20几局。哦，名局？哼，都是些什么名局？不妨说出来我听听。比如王志在烂柯山遇仙所见的棋局，刘仲甫遇仙对弈的棋局，还有王基兴对狐仙的棋局，这些棋局都算不算有名呢？哎呀呀呀呀，那不过是笔记故事、神话传说，难道还真的有棋谱不成吗？是，我一开始也以为是一些传说故事，可是这刘仲甫与厉仙老对弈的棋局，几年前我和我叔伯在成都一处世家旧宅中亲眼所见。哦，那个棋局杀法精妙，让人不得不信啊。这刘仲甫倒是宋朝的国手，不过在骊山之路被一个民妇杀得片甲不留，当时呕血数升。哎，怎么说这棋谱你能记得清楚？这么精妙的棋谱，我怎么可能忘记？来，不行，你这一下起棋来都得几个时辰，不行。如果你不帮我们治兵呢，我想左姑娘一定不会帮你完成这棋局，对不对？人各有所好，这是无可奈何呀。丁谦，拿酒杯和水来。二哥，请。这二庄主如此功力，果然了得。莫非他这门功夫可以治我的内伤，所以才带我来这里？谢二哥。二位，请，多谢。多谢。二哥，来，干杯，来。哇，这味道果然是不一样啊！这酒酿得好，风兄弟品的也好，二哥的兵制的好，最重要的是左姑娘搭档的正合适。哎呀，行了，不必啰嗦了。来，姑娘，赶紧摆棋，摆棋呀！哎，这二哥，啊，摆棋。来，风兄弟。哎呀，妙啊，真是绝妙啊！那姑娘可否告诉我，下一招应该是哪儿呢？这下一招嘛，神机妙算，只有神仙才能想得出来。二庄主，你不再想想吗？哎呀，左姑娘，你就别为难我二哥了，否则他会呕血3升的。就是嘛，左姑娘，你要如何才能将此局和盘托出？我不会让你白说的。哎，我和我风大哥来到梅庄，别无所求。二庄主这么说，就把我们说的小气了。哎呦，在下失言，得罪。我和我风大哥来到梅庄，倒是想和4位庄主打一个赌。打赌？打什么赌啊？
我赌你们梅庄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在剑法上胜过我这位风大哥。剑法？说吧，赌什么？和前辈高人打赌，赌注自当风雅。如果我这位风大哥没能胜得了4位庄主，我就把我这身上带的历代神仙鬼怪所下的棋局20局棋谱送给二庄主你了。至于4庄主嘛，我虽无好酒相送，我这却有一幅西山行旅图，4庄主一定会喜欢的。啊？范宽的真迹，姑娘从何处得来的？前辈啊，我这儿还有一副张旭的古诗诗帖，可真是不得了啊！你也帮我看看写的如何啊？哇，都是真迹啊！张旭的古诗诗帖。二位，这是我三哥秃比翁，痴迷于书法，不在我对字画之下。真迹，张旭的神迹啊！再看一看呗。不行，只要你们4位庄主能胜得了我风大哥，这字画嘛就是你的，你爱看多久呢，就看多久。莹莹此举，只怕全是早有预谋。也罢，但是如果你们输了，除了把这些东西送给我们之外，拿什么送我大哥呢？我这儿有一本古往今来无双无对的《笑傲江湖》曲谱，我想大庄主一定会喜欢。这本《笑傲江湖》，我不是亲手给了东方。笑傲江湖，古往今来无双无对。姑娘，你有点说大话了吧？难道这曲谱还能胜过失传已久的广陵散吗？不过以姑娘拿出来的几件赌书、画，这琴谱可见不一般呐。不过，姑娘所说这个《笑傲江湖》有什么惊世绝伦之妙处吗？这《笑傲江湖》曲谱并不是古人所作，而是今人所创，所以几位庄主没有听过也是在情理之中。这曲谱是琴箫合奏，琴韵悠闲，箫声通神，这些都可以暂且不说，只是在中间采用了广陵散长曲中最精妙的一大段，这就足以让天下善琴者为之动心。4庄主，那你说这算不算宝贝？这自嵇康死后，广陵散从此不传，谁还能引出这其中的一段呢？左姑娘，你有点欺人之言呐。这《笑傲江湖》琴曲部分的作者好琴成痴，他说过，嵇康一死，天下便没有广陵散。也就是说，在西晋之后，广陵散固然淹没，那西晋之前呢？于是他就去挖掘所有西晋之前善琴人的古墓，有志者事竟成，挖了10几个古墓之后，终于在东汉蔡邕的墓中寻到了广陵散的原曲。原来是这样。哎呀，智勇双全，了不起啊！当他拿到原曲之后，他便和另一位善于吹箫的高手一起，花了数年心血，创作出了这部《笑傲江湖》。可惜天有不测，两人却在同一天双双毙命。这广陵散从此又归湮灭，可是这本《笑傲江湖》却留了下来，勾陈古曲之绝，开创新音之妙。你们说，难道这不算无双之宝吗？这段故事是徐长老和刘师叔在衡山告诉我和依琳的，而我又在洛阳玉竹巷口说与东方姑娘。天下更无第5个人知道此事。莹莹是怎么知道的？曲谱又怎么会在莹莹手中？当然是无价之宝啊！若是我大哥知道，
有这等神奇的曲谱，自然也会欣喜若狂啊！啊，不过，若是我梅庄之内没有一个人能胜得了这个风少侠，那我们输的又是什么赌注呢？我和我风大哥来到梅庄，不求一事，不求一物，只希望我风大哥来到武学巅峰之所，和几位比试一下。如果侥幸得胜，我们什么都不要，扭头就走。好，好啊！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说得好啊。她说像我一样俊俏的风兄弟真能赢了我们梅庄四友，尤其是我，那可算是名震江湖了。我和风大哥这一次梅庄论剑，无论谁赢谁败，只要有半个字泄露出去，我和我风大哥不得好死，猪狗不如。四弟啊，轻点。好，风兄弟，那我们就先比试比试。风兄弟，你的剑呢？拜访梅庄，未敢携带兵器。顶尖，是。风大哥，四庄主的剑法通神，你只需学得一招一式，便可以受用终身。那是自然。请，且慢。这梅庄之中，丁坚也会使剑，何必四弟亲自出手呢？不错，只要是你们梅庄的人能在剑法上胜得我这位风大哥，就算是我们输。风大哥，这位丁坚先生人称一字电剑，他的剑法之快，世上罕见。你就先领教这位丁坚先生的剑法，也是受益无穷的。好，丁坚，你要是输了的话，就罚你到吐鲁番去运酒。是。那丁某向风少侠请教剑法了。三位庄主，丁兄，这一次我们只是验证剑法，可不比试内力的。啊，那是自然，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。风大哥，这次的比试，精疏者胜，粗疏者败。你们华山派的气功在武林上可是有名的，如果你用内力取胜，就说明我们输了。放心吧，我如果使出内力的话，岂不是让三位庄主还有丁兄见笑了？我绝对不会使出半点内力的。我们来到梅庄是以诚相待，如果风大哥你过为谦虚的话，也是对四位庄主的不敬哦。明白。风兄，请。丁兄，请。得罪了，多谢风大侠剑下留情。风兄弟果然剑法精奇，顶尖。四庄主，帮我备酒，等我和风兄弟比试之后，还要痛饮一番。是。四庄主，请多多容让。他自称第一好酒，第二好画，第三好剑，剑法必定是极精的。我看大厅上他所画的那幅仙人图，笔法固然凌厉，然而似乎有点管不住自己。倘若他的剑法也是这样，那么破绽必多。
兄弟的剑术果然比我高明，小弟心服口服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请。我刚才跟四庄主拆了10几招，四庄主一招都没输，所以呢，我们算是胜负未分啊！不，其实第1招我已经输了，以后那10几招都是多余的。我大哥说我风度不够，果然不错。不，四庄主，我看你不只是酒量高，风度更高。在梅庄4友当中啊，属我的武功最差。虽然我服输，但是我的2哥、3哥可未必服输啊。哦，得，我来领教领教。那就请三庄主赐教。哎，林杰，给我点葡萄美酒。是。既然风公子是这位貌美如花姑娘的朋友，也就等于是我的朋友。那我的笔就只蘸些酒，不蘸墨。蘸墨？对，我3哥所蘸的墨，是用一种药特制熬成，灼人肌肤，墨痕深印，永洗不脱，雕刮不去。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就不用蘸墨了，是吗？那我要谢谢三庄主，你笔下留情。你可要留意哦，我这套笔法来自于裴将军诗，是根据颜真卿所书的诗阶中变化而来的，总共有23个字，每个字有3招到10招不等。既然听说你武功高强，你不要怕哟。怎么样？啊，好字啊！就算是鲁公在世，他也写不出这样的字啊！真是龙飞凤舞，笔走龙蛇。风兄弟算是武功强那么一点点，不过我字写得好啊。你算是玉树临风吧，不过我风流倜傥啊！我们2个也算是不分胜负吧，是吧，姑娘？是，2个人啊各有所长，不分胜负。三哥，没有我的好酒，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字呢？好了，你2人呐，也不要说大话了。啊，这位风兄弟，我的3弟4弟天生顽皮，绝非是输了不认呐！啊，嗨，我知道，所以现在也是双方不分胜负。那我的这些东西也没有输出去啊。好。在下就用这盘棋与少侠切磋切磋。听说2庄主的那块棋盘乃是一件宝物，可以吸走所有的兵器还有暗器。风大哥，你可要小心了。哎呀，这位姑娘，真是博闻强记。其实，在下这副棋盘并非什么宝物，乃是一块磁铁，可以吸住铁质的棋子，是为了在舟中船上与人博弈，颠簸之时不致乱了棋路。
好在也有提醒，否则长剑给他棋盘吸住，不用打就输了。那就请二庄主多多指教了。请。这在棋理中乃是双活。二庄主真的是大智大勇，和我这位峰哥是斗了个不分胜负啊。是啊，哼，左姑娘真是取笑了，惭愧惭愧啊！我着实是输得一塌糊涂。那你们贵庄中还有没有人能和我这位峰大哥比试一下呢？你怎么？要我试试请大哥出手？你来试试。二位稍等，四弟，你招呼他们。怎么办啊？风兄弟，来到客厅，咱们再酌一杯。好啊，来，请。两幅字画，几局棋谱，就把你们迷惑成这样，玩物丧志，可耻！哎呀，那字画棋谱本非你心头所好，你当然这么说了。可是他们手里还有本《笑傲江湖》的曲谱，想必大哥应该把持不住吧？那是一本什么曲谱啊？根本没听说过。广陵散你听过吧？广陵散？哎，听说这《笑傲江湖》的曲谱就是以广陵散为原本创作的。可这广陵散，早在西晋嵇康之后就已经失传了。他们说，他们从东汉蔡邕的墓里给挖出来了，还能有假吗？啊，二哥，说话。大哥，这曲谱我看过了，肯定是真的。不过这么稀罕的曲谱，只有大哥您亲自瞧瞧，才能辨别真伪呀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
见见也罢。哎呀，风少侠，我们大哥有请，请随我一步内见。多谢。左姑娘，请在此稍后。为什么？左姑娘不要见怪，大哥隐居多时，素来不见外来之宾。此次听闻风兄弟剑术精绝，心中仰慕，才肯相见的，并非对左姑娘有不敬之情。不能见大庄主，实在是遗憾。风大哥，倘若大庄主能胜得了你的剑法，那我那本《笑傲江湖》的曲谱，可就要输给人家了。那本曲谱是你亲自送给我的，我心中总是有一些不舍。我又在操棚里，你拿着它去见大庄主吧。三位庄主，你们意下如何？这好的琴谱和棋谱，自当流传于世，这方是风雅之道。至于是副本的话，大哥肯定不会介意。原本姑娘要留作纪念，自当理解，自当理解啊！谢谢三位庄主成全。风大哥，你就不要多想了，专心去跟大庄主比剑吧。风兄弟，晚辈参见大庄主。听说风少侠是风老先生的传人，老朽对风老先生的为人和武功十分仰慕，但只可惜缘浅一面。今日能得见风老先生的传人，老朽也算是大为平日之愿了。不知道风少侠是风老先生的子侄吗？晚辈是风老先生后传弟子，只不过晚辈资质愚蠢，我达不到风老先生精妙剑法的1/10。上下过谦了。如果风少侠的功力抵不上风老先生的1/10，那我的兄弟3人就轻易败在少侠的手上，足可见风老先生的功力，那真是深不可测呀。晚辈只是和3位庄主随意过招，并未胜负之分，切磋武艺而已。年轻人不骄不躁，甚是难得。庄主过奖。闻听少侠有一部群谱叫《笑傲江湖》之曲，奥妙非凡，世间罕有，而且其中还掺杂了广陵散的部分精华。老朽也是颇爱音乐之人，可是古谱之中从未听说有此琴谱。这本琴谱乃是晋人之作，大庄主请观阵。此曲乃琴箫合奏之曲，曲谱很长啊。唉，当今又出了一个音乐高人呐，老朽竟然不知。看来老朽隐居多年，真是孤陋寡闻呐。
此曲谱变绝变止，如此迅捷。敢问少侠，能在此处弹得出吗？却能够弹奏得出。风少侠如何得知？莫非也是此道高人？晚辈自然不会，只不过晚辈曾经听过2次，一次是一人弹琴，一人吹箫，2人琴箫合奏，这曲谱就是此2人撰作的。哦，那另外一位弹琴之人呢？另一位是一位女子。女子？请问少侠，这位女子是谁？她多大年纪？是，她是什么人？她摘掉斗笠，的确是东方姑娘，可收琴谱时，我又的确看不出她的容貌。难道收我琴谱的，真的是莹莹？前辈，我当时听她弹琴的时候是隔着帘子的，所以我并未看清她的容貌。至于她的年龄，晚辈也不太清楚。我只知道，我当时是叫她婆婆的。婆婆？敢问少侠，那位婆婆琴弹得好吗？她弹得极好，她也曾经教过我弹琴，只可惜我一曲也没有学会。不瞒少侠说，老夫年轻学琴的时候，跟少侠有着同样的经历。那一晚，有个姑娘突然离去，从此不知所踪。老夫这一等，就是50年呐。我想少侠说的，可能不是那个婆婆，她应该也不在这个世上了。那天晚上我晕了过去，东方姑娘也是消失不见，不知她到了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她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前尘往事已成云烟。老朽怎么会在少侠面前谈到此事？老朽惭愧得很啊！怎么会呢？看来大庄主是个性情中人，晚辈十分佩服。正所谓宝剑赠烈士，创作此曲谱的作者也希望此曲谱能够找到知音，避免永久失传。庄主，此曲谱是超唐的副本，如果庄主不介意的话，就请收下吧。所谓无功不受禄，老朽与少侠是萍水相逢，怎好收此厚礼？还给少侠。风少侠和左姑娘必领我庄，必有要事见教。少侠不妨直言。实不相瞒，大庄主，我跟随左姑娘来到贵庄的时候，我对于4位庄主的大名是闻所未闻，我更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孤山梅庄这个地方。晚辈孤陋寡闻，实无所求。老朽本来也十分奇怪，我兄弟4人久居梅庄，江湖之人很少知道，况且与那5岳剑派素无瓜葛，怎会又寻上门来？好，风少侠如此坦白，老夫绝不赚你的便宜。既然左姑娘与毕庄打赌，那老夫陪你比试几招如何？4位庄主不择狂妄，晚辈已经不胜感激了，如何再敢与大庄主交手呢？点到为止，又有何妨呢？风少侠就以此箫为鉴，老夫以这瑶琴作为兵刃。虽然这2件乐器不能说价值连城，但在江湖之上极为罕见。咱们总不至于把这2件乐器给毁坏了吧？点到为止，装模作样罢了。好，请大庄主赐教。
请，请，请。大庄主，得罪了。哎呀，如何？怎么着了？怎么着？没伤着吧？没伤到吧？啊？这风少侠的剑法固然罕见，但是其内力更令老夫佩服。老夫的这个瑶琴无形剑在江湖之上也算是一门绝学，可是，在少侠手里就如同儿戏一般。看来老夫真的要变成井底之蛙了。大庄主，内力深厚啊！大庄主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不怕你琴弦上的无形剑气，并不是因为我内功深厚，正好相反，因为晚辈身受内伤，所以内力全失，才会对音感全然无感。风少侠，可否让老朽为你把上一脉？请。老朽迂腐，真是迂腐啊！真没想到，哎，没想到啊！这位少侠，为何将此等秘密相告？大庄主，刚才比试的时候，我刻意隐瞒，已经存心不良了，怎敢继续欺瞒呢？再说了，大庄主对牛弹琴，又遇上了我这个晚辈，牛不入啊！看来老夫的这个瑶琴无形剑还不算是一堆废物，不至于成了断弦无用剑啊！哎呀，这位少侠真是坦荡。不过你不怕说出这个秘密，我们兄弟4人会加害于你吗？4位庄主都是英雄豪杰，并非小人，所以在下并不担心。风兄弟和我们4兄弟一见如故。你现在体内受伤而内力全失，我大哥那里有一至交医术传神，只是脾气有点古怪。好，这倒无妨。看在老朽的面子上，肯定会为少侠医治。不知道大庄主所说的，是不是平医指大夫？哎，正是。半个月前，平大夫已经替我把过脉了，他说无能为力。那就，老朽修书一封，你去灵鹫寺找那个方正和尚，只要他把易筋经给你，你的内伤定可医治。多谢大庄主美意，只可惜这易筋经只传本门弟子，所以4位庄主的美意在下心领了，生死有命，由他去吧。这也罢。风少侠，这瓶药丸是仙师所留，治病疗伤颇有良效，你我相识一场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望笑纳。多谢大庄主，晚辈就此告辞了。请，请。跟着。既然梅庄之中无人能胜得了我的风大哥，那3位庄主，我们就告辞了。告辞。且慢。我们本庄之中还有一位精研剑之高手，我们想让他跟少侠切磋切磋。不过，我们得问问我大哥，看他答应还是不答应。还要让大庄主来决定。那么这个人不是他的子侄后代，就是他的门人下属，
难道他的武功比大庄主还厉害吗？他怎么会？怎么会呢？这个着实不便告知。不过能不能比试，真的问过大哥以后方才知道。二位稍等片刻。啊，既然如此，我们等等也无妨。您快去快回。风兄弟，我那儿还有100年的竹叶青，来，咱边喝边等，请。边喝边等。左姑娘，敢问贵姓啊？敢问左姑娘芳龄？这样，我吟诗2首。不行，既然我们4兄弟输了，不管他有什么宝物，都不能有非分之想。大哥呀，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啊，在这梅庄之中，有1个人能赢他呀。你说是关在囚室之人？对呀，只要他愿意跟这个风少侠比划比划啊。万万不可！二弟，难道你忘了我们为何要隐居于此？我们担当的是什么？哎呀，那老东西关在那里边是插翅难飞呀。依我之见，那老东西的武艺倒是比风少侠略高一筹。只要他俩一比，那风少侠一输，那些宝物不都成了咱们的了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可！我出了任何差错，岂是你我所能担当得起的？哎呀，大哥，为弟当然是有万全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方兄弟，这首诗，大哥答应了，大哥答应了啊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少侠，庄中的高手听说你剑术精湛，想跟你切磋切磋，你意下如何呀？二庄主，晚辈的内力尽失，若要以真功夫相论的话，绝对不是那位高手的对手啊！风兄弟，虽然他的武功高强，但你也不用怕。切磋切磋而已嘛，怕啥？就是，那我们就多比一场吧。好，风兄弟，请随我来。请。左姑娘，你还是吃点喝点，在这儿稍歇片刻吧。不行，我不放心，我非要跟着去。左姑娘的意思是，对我们4兄弟是不放心喽？那倒不是，4位庄主我当然信得过，可是我并不知道我风大哥一会儿和哪位高人比试，我当然不放心了。那位高人论名望、论武功都在我们4兄弟之上，所以这个你就放心吧。在江湖上论名望，能和4位庄主相提并论的屈指可数，请问是哪一位啊？他呀，他的着实不便告知，透着古怪，我非要现场观战。左姑娘，此人已经隐居多年，他不喜欢别人看到他的真面目。不能看他的真面目，那我的风哥怎么跟他比试？我们简单，只要是戴着面罩，就露2个眼睛，这样的话不就可以不见？哼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可以戴面罩啊。既然貌美如花的左姑娘执意观战，我也不便拒绝。但是你要答应我们兄弟一件事儿，自始至终观战的时候，你必须一语不发。容易，这我办得到。谢谢3位庄主了。好，请吧。这位姑娘，绝对不能临场观战。为什么？此次比武，若触怒此人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4位庄主都可以戴着面罩观战，为什么偏偏我不可以？要是这位姑娘执意要临场观战，那么此事就此作罢。我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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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左姑娘，你怎么那么多疑呀？非要观战，现在比不成，你高兴了是不是？我姑娘啊，难道你担心我们一拥而上，以多胜少不成吗？
左姑娘，我二哥费了一番口舌，好不容易说服我大哥答应这场比试的，你说你怎么能给破坏了？就是啊。三位庄主，你们就不要再责怪我这个妹妹了，她也是为我着想啊。算了，我们一人让一步，大不了我不看了。确定吗？不过，你们要保证公平。绝对呀！我们是那种卑鄙的人吗？我相信呢，三位庄主都是高人雅士，绝对不会使诈的。我是一切小心为上嘛。三位庄主，我和我风大哥有几句话要说。请便。来，干什么？风大哥，一会儿你见到和你比剑的那个人，就跟他紧紧握手，然后把这个交到他手上。事关重大，小心行事。我知道现在你已经很糊涂了，我答应你，事成之后，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都告诉你，好吗？风大哥，一会儿比试你要好好比呀。如果你比输了的话，我身上这些无价之宝，可都要输给人家了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风兄弟，请。请。风少侠。少侠，此次比武，双方只能用木剑，以免在你比拼内力之时有所吃亏。那多谢大庄主了，再好不过。还有，此次比武，不管输赢，这件事绝不能向外透露半句。庄主放心吧，我这次来梅庄，也不是为了求名，怎么会向外张扬呢？再说，我看这一战，我是败多胜少了。哎呀，胜败未定，不过我们都相信风少侠守口如瓶，绝不会向外泄露半句比武的过程。当然，就连随你而来的左姑娘，你也不能告诉我。连她也不能说。事关重大，还望少侠海涵。好吧，那我就答应四位庄主，比试的过程，我绝对不会向左姑娘透露半句。那好，就多谢风少侠了。请。请。任先生，黄忠公率三兄弟亲自前来拜访，有批快放，访问滚蛋。任老先生，我们兄弟四人一直以为江湖之上若论剑道，首推任先生，其实是大错特错。今有一少侠来我梅庄，我们兄弟四人均败在他的手上。若论剑道，恐怕这位少侠跟任先生相比，肯定是小巫见大巫了。你们四个狗贼，打不过人家，想要老夫来对付，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够响啊！
任老先生，这位少侠说，他的剑法得自风清扬风老先生的真传。任老先生就不想亲自比试一下吗？大哥，你何必戳着老先生痛处呢？据说任先生当年纵横江湖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风老先生。我还听说任先生有一个外号，叫“望风而逃”。放屁！真是放屁，臭气熏天！三哥，你错了。任先生的绰号不叫望风而逃，叫闻风而逃。你们想一想啊，如果任先生能看得见风先生，证明距离不远，那风先生一到，那任先生是逃不掉的，对不对？是嘛？是。所以啊，这个任先生见到风先生，他就会马上逃掉，有如丧家之犬，对不对？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如果我那么容易上当，那我就不姓任了。大哥，我看这任先生一听说这个小兄弟是姓风的，这任先生就魂飞魄散了，心胆俱裂了。我看他也不用比武了，咱们四个直接封这个小兄弟为当世剑法第一吧。好，说的有道理，说的有道理。四位庄主，我记得当日风老前辈跟我谈论剑法的时候，他曾经告诉过我，当今世上论剑法，他只佩服一人，就是任老前辈。而且他还特别嘱咐我，如果我可以亲眼见到任老前辈的话，一定要恭恭敬敬、诚心诚意地向他讨论剑法。小兄弟，说得好。风老先生他也并非泛泛之辈，这江湖之上啊，知道我剑法之精妙的也只有他了。哎，小兄弟，是不是你将他们打得一败涂地啊？你总算是给我出了口气呀，小兄弟，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将他们打败的？小兄弟，来，哎，靠近我一点啊！在梅庄第一位和我比剑的是一字电剑殷阶。姓丁的他什么都不是，他的一字破剑那都是破绽。下一个是谁？第二位和我比试的是四庄主。啊？哎呦，老四的剑法呀，比那个一字破剑略高那么一点儿，不过他也都是破绽。凭你是风老先生的传人，几招之内，就可以打败他了。接着和我比试的是三庄主。秃头三。他使用的是判官笔，可他写的那个字啊，还不如3岁的小孩子，却偏偏附庸风雅，说他的武功里边包含着书法名家的笔意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如果遇到强大的敌手，他还有什么闲情逸致研究书法笔意呀？只有把自己的脑袋送给敌人喽。前辈说的没错，确实是儿戏了一点。不过老二的功夫那可是真材实料啊！他的玄铁棋盘一招快似一招，如疾风闪电。小兄弟，你是怎么破他的？来，说给我听听。这个破字呢，倒不敢说，只不过我出的第一招就要让他不得不防守。小兄弟，第二招呢？第三招呢？依旧是我攻他手。小兄弟啊，虽说胜黑白子不难，可是你连攻他3招，他都没有还手。那第4招，他总该还手了吧？形势依旧没变，我攻他手。那你一共攻了他多少招，他才还手的？晚辈随意出的招，我也记不得了。这位少侠，你是过谦了。他攻了我40多招，
我实在是没有还手的机会呀。晚辈只好认输了嘛。岂有此理！虽说冯老先生是华山剑派出类拔萃的人才，可他的剑法也毕竟是有限的。既然你攻了他40多招，他都没有来得及还手。哎呀，晚辈所言绝非儿戏呀！这位少侠的剑术那是出神入化。想想当今武林，只恐只有任老先生有此功力，跟他切磋技艺了。一堆屁话，更臭不可闻！滚！这少侠的剑术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呀！想想当今武林中，恐怕也只有任老先生有此功力，跟他切磋技艺了。一堆屁话，更臭不可闻！滚！小兄弟，黄忠公与黑白子的武功不分伯仲，他的武功也甚是了得，难道你把他也升了？晚辈因为受了内伤，内力缺失，所以大庄主的七仙无形剑对晚辈全然无效。果然有趣。哎，小兄弟，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你的剑法？前辈如果要胜过在下的剑法，我相信是10拿9稳的事情。只不过要请4位庄主答应在下一件事情。好，少侠请讲。如果任前辈赢了，这些珍宝固然是送给4位庄主，不过要把它放离这个囚室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哎，小兄弟，你可真是异想天开呀！这4个狗贼那也只是奉命行事，怎么敢放老夫呢？小兄弟，这么跟他们说话呀，那是抬举他们喽。少侠肯定是看着地牢阴暗潮湿动了恻隐之心，甚至对我们兄弟4人略有过分。冯少侠有侠义之心，老夫绝不怪你。但是若将任先生放了出去，在武林之中毕竟是天翻地覆，多少人死在他的手上，江湖将永无宁日。没错。不过杀人不急，让老夫先领教一下冯老先生的剑法。这位少侠，这位老先生剑法极奇，而且下手狠毒啊，可要小心啊！多谢4位庄主指点，少侠多加小心。请。小心那妖女啊！晚辈见到任前辈，真是荣幸之至。别客气，小兄弟，你来解我寂寞，我求之不得呀。油灯可以放到旁边吗？哎，可以。今天算你们4个走运，老夫让你们大开眼界。小兄弟，别看老夫手脚都被捆住了，你未必能胜得了老夫。接招！四弟，醒醒，四弟！二弟，二弟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三哥，没事吧？
二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啊，走了。还好，是啊，太幸运了。哎呀，快把门关上！差点出大事啊！是啊。哎，风兄弟呢？是啊。哎，风少侠去哪儿了？风兄弟呢？谁？这傻了！哎，大哥，你看，琴谱，还有棋谱，宝物，三弟，这你的宝物啊！哎呀，棋谱啊！大哥，这有字啊，封某败于此，愿赌服输，留下赌注，后会有期。风少侠走了，走了，宝留下了。为什么锁住？为什么锁住我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他们把严清北给放了，拿我做替死鬼。那莹莹呢？莹莹会不会有危险？放我出去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回去。不行，莹莹，黑木崖上耳目众多。再说了，爹爹有很多大事要办，就有了那小子替爹多待上几天了。可是他身上有伤，必须学会爹爹的吸星大法才能活命。莹莹，你是不是喜欢上这小子了？爹也觉得这小子剑法不错，人品不错，我也挺喜欢他的。他的伤我看了，停几个月没有问题。等爹办完大事以后再来救他。可是爹爹，就这么定了，走。喂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听到没有？我不要吃饭！放我出去！不吃白不吃。王八蛋！等老子出去以后，把你们这些兔崽子全都杀了！莹莹，你在哪里呢？你到底是谁？难道你是绿竹巷中假装婆婆的人？那么东方姑娘又怎么会和我一路相随？这事情真的想不通了。东方姑娘，你突然失踪，又在哪里？什么鬼地方？怎么这么多虫子？痒死我了！这些小虫子，我把你们全都翻出来！小虫子，小虫子，都给我死！哎，老夫生平快意恩仇，杀人如麻，求居火地。大哥，大哥，
应姓任，任前辈也姓任，难道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吗？自将老夫神功精要留于此，后世小子习之，能当纵横天下，老夫死而不朽也。哼，这个人我行啊，口才真大，什么纵横天下、神功盖世的，要真那么厉害的话，怎么会在这里关那么久啊？有人来了，有人来救我了。任先生，我是黑白子。今儿初一，我又来了。您看我给你提那个事儿，您答应还是不答应？黑白子，他把我当成是任先生。任先生，想你是一世英豪啊，难道你真想在这牢狱之中与这浮屠同朽吗？那日见你与风少侠斗剑，可见你风采依然呐。哎，当着我那几个兄弟的面，你也没揭穿我，可见你的诚心。就您这身功夫，要真能出去，天宽地广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你想杀谁就杀谁，岂不快活？只要您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能放您出去。任先生，任先生，哎呀，任先生，你真是太任性了。行，那我下个月初一再来吧。你要我答应什么事情啊？哎，先生，你也是答应我了。你让我答应你什么事情？哎呀，先生，这12年了，每个月初一我都来，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，你再说一次。哎呀，先生，我就是说，如果您愿意教我那个神功秘籍大法，我保证给您安排好，让您从这儿出去。哦，你说这件事情啊？哎，先生，您答应我了。哼，你这个人言而无信，我不会上你的当的。哎，任先生，您就相信我吧，只要您教会了我那个神功秘籍，您就是我师傅啊，我就是你徒弟，咱俩是师徒关系。本教可有规矩啊，谁要是敢欺师灭祖，那就得受剥皮凌迟之刑。哎，我向你起誓啊，我要是敢骗你，我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啊！啊，老夫呢在这儿关太久了，记忆力不太好。这样吧，你带这个肥鸡美酒过来孝敬我，我吃得开心了，喝得开心了，自然就把神功传给你，行吗？哎呀，你啊不，师傅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啊！傻瓜！事情进行的怎么样？泰山和衡山方面已经依照师兄的吩咐妥为安排，可是华山方面不知师兄有何打算？华山派那些人还在福州，我收到密函，岳不群那个老狐狸想坐收渔人之利，再等林平之将林家的辟邪剑谱找出来。岳不群尽是楼台，看来咱们要先下手为强了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派人监视了，到时候我们就会黄泉在后。师兄果然是计划周详，玄机妙算。杀手呢？是衡山派的那群老尼姑，他们是软硬不吃啊。那群尼姑，我自有办法。
夷陵师妹，夷陵，你又在想着令狐冲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六根清净吗？你又何必再为世俗的事烦恼呢？再说他勾结魔教，放荡不羁，令狐大哥不是这种人，岳掌门一定是误会他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已经被逐出华山派了。再说师傅跟师叔都已经跟我们说过，看见他都是要躲避的。总之，我相信令狐大哥绝对不是坏人。你呀，还是那么固执。掌门召集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走了。左盟主派人来说，魔教正在调动人马前赴福州，阴谋抢夺林家的辟邪剑谱。而华山岳掌门跟宁女侠也身在福州，名为做客，实为暗中保护林平之。魔教人多势众，华山派势孤力弱。掌门师妹，我们要不要下山接应他们？左冷禅这个人居心叵测，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样吧，定静师姐，你带一部分人前往福州，万一魔教真的要抢夺辟邪剑谱，你一定要出手协助华山派。我留在这里，有什么变化会立刻飞鸽传书通知你。是，掌门师妹。事不宜迟，明天一早就上路吧。是。这个黑白子怎么还不来？我肚子快饿死了。对呀，到时候他来了，我拿什么武功秘籍传给他呀？有了，当令丹田，常如空香，横似深谷，空香可储物，深锅可容水，若有内息，散之任脉。不可能啊！师父平常教我们修炼内功，都是要气冲丹田的，内息绵密，内功才能深厚。可是这些口诀，偏偏是在教我们丹田之中没有内息。那没有内息的话，这内力如何而来啊？哼，哎，这个人我行啊，一定是在牢房里憋得慌了，所以才会编这些害人的口诀。哼，哎，我之所以呢内伤难愈，是因为我体内有很强的6道真气，所以平一指大夫才没有办法医治。方丈大师也说了，只有易筋经才可以将我体内的真气化解。唉，可悲啊，可悲！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所有人都怕失去内力，可是我偏偏不怕呀，因为我早就没有内力了。对呀，如果我这个没有内力的人来练这个害人的口诀，会怎么样呢？试试吧。黑白子卑鄙，我就把这些害人的口诀全部都传给你，看你会怎么样。哼，二弟，大哥，啊，二弟，您这是要出远门啊？东方教主失踪了，愚兄接到指令，即刻赶到黑木崖。黑木崖？哦，对了，你和3弟、4弟一定要好好看守，千万不要出任何差错。是，大哥。好，那我走了。不远送。
黑白子，我把飞机美酒给你带来了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大哥今天有事儿出门去了，我才有时间给您送过来，你千万别介意啊！好了，那你将飞机美酒递进来。哎。师傅，味道如何啊？啊，师傅，你答应我那个事儿，您看。这样吧，你每次来呢都带1只飞机，3斤美酒，我就传你4句口诀。等我吃过1000只飞机，3000斤美酒之后，这口诀自然就唱完了。不是，这时间也太长了吧？俗话说，日久生变呐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每次给你带2只飞机，6斤美酒，您一次教我8句口诀，如何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贪呢？好了，我今天先传你4句。您说。7经8脉，中有内息，聚于丹田，汇于禅中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，这些都不普通的气功口诀，徒弟早就知晓了。要不这么着，您再教我4句吧。哼，这4句我把它改一改，变得极为平常，他一定不会满足的。我就说几句怪口诀，吓吓他也好。听好了啊！阵列阳怀，赛决阴交，8脉齐断，神功自成啊！这8脉齐断，那不死了嗝屁了？哎，师傅，徒弟实在是无法领会啊！要是每个人都可以领会的话啊，那就不叫神功了。你这个口诀啊，等你学好之后，慢慢就会融会贯通了，明白吗？任先生，今天你说话的声音和语气，怎么跟之前的不大一样呢？为什么他的内力会源源不断的输入在我体内？啊！我才轻轻一跳，就从眉庄跳到这里来了，面不红气不喘的。我怎么感觉我的内力比以前更强了？我的伤全好了，我的伤全好了，我的伤全好了！我的伤全是因为任老前辈的功夫所致。如今我安然脱险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还在眉庄？大哥，你不是去黑木崖了吗？怎么会？啊，半道上遇见2位长老，所以先行回庄了。哦，黑白子呢？他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们？哎，属下也奇怪，你说我好几天都没见着他了，一下棋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住嘴！你们几个是奉教主之命在此看管要饭的，应该寸步不离眉庄才是。怎么，没影了？2位长老，这12年来，我们4兄弟从未离开过眉庄，更不敢擅离职守。哼，寸步不离眉庄，不敢擅离职守。照你这么说，那个要犯还囚禁在地牢之中了？正是。好，你们赶快把那要犯带出来。2位长老，教主有令，除教主本人以外，任何人不能探视。这是什么？参见教主。总算你们还记得黑木令牌，
那么，能不能现在就把要犯提出来啊？二位长老，要犯已经被金刚之锁牢牢锁住，无法带离囚室。哼，你们到现在还弃词狡辩，意图掩饰啊！我问你们，要犯究竟是怎么逃出去的？逃？不可能啊！要犯逃走，绝不可能啊！这么说，我错怪你们了。属下不敢。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狠的惩罚我们？我们现在到地牢去看一看，如果要犯还在的话，我就向你们磕头认错，并帮你们解开蓝杀手之刑。我们走。快！他们所说的要犯，应该就是那位任前辈。难道已经被莹莹救走了吗？二位长老，要犯就在这个囚室之中。仁兄，放我出去啊！是二弟，放我出去！二弟，大哥，二弟，二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二弟，二弟，二哥，我饿了，快备饭吧。你就是任前辈？不错，小子，你的剑法的确不错。你是何时脱险的？我正想去。哎，小子，你是真心来救我的吗？莹莹，你这丫头有眼光。爹，我就说吧，人家可不像你，总是什么大事为先，大事为先。好，我的莹莹，没有看错这小子。原来任前辈是你爹啊！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怎么救他出来的？你们又是如何脱险的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。那个要犯是怎么逃出去的？黑白子为何又被困在这里？启禀二位长老，属下也是莫名其妙啊。我们此次前来，就是要查明要犯怎么偷偷没装的。如果你们能据实相告，我或许还能宽大处理，留你们一命。就算二位长老眷顾，卑职犯下如此大错，绝不敢轻言苟活于世上。只是卑职死得不明不白。敢问二位长老，教主现在可在杭州？谁说教主他老人家在杭州的？既然这样，要犯刚刚逃走，教主又如何得知，还派二位长老前来我梅庄？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。那名要犯早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逃出梅庄了。这不可能啊！1个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前几日，属下还在牢里跟他见过面，是他用那个吸星大法，把属下的功力全给吸走了。什么？吸星大法？果然是吸星大法。那你中了吸星大法之后又如何？当时我就晕过去了，等我醒过来，这手上、脚上就被铁锁给锁起来了。镣铐锁链乃金刚锁住，他怎么弄断的？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我发现了镣铐断口，而且断口是用钢丝锯锯断的。那钢丝锯他是如何得到的？黑白子，你是不是能确定那要犯是前2日逃脱的？属下绝非虚言呐。难道上个月得到的消息是假的？会不会是他们在外边故布疑阵？薛相主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，寻常的刀剑都伤他不得。可是那天竟然被人活活的用5个手指插入胸膛，把心给挖了出来。当今世上，除了任教主，没有第2人。
属下参见教主。向左使。教主，这些年属下找你找的好苦啊。直到属下跟踪这2个奴才，才找到了梅庄这里。向左使，多年不见，难得你对本教主还是一片忠心。起来。谢教主。你们几个看见教主还不下跪？他是什么教主？我日月神教的教主是天下皆知的东方教主。他姓任的，思维颠倒，叛教作乱，早已被开革除名。向问天，你叛逆腹诽，罪该万死。谁想试试我的西行大法？从今往后，小的愿追随您老人家左右。任教主您有何吩咐，小的遵命便是。当初你也说誓死效忠于本教主，可后来却又反悔。求教主准许属下戴罪立功，将功折罪啊！教授，您的神功还没有交还给我呢，我学会以后一定效忠于你啊！你个废人，我还要你效忠什么？二弟，二哥。傅少侠，你武功高强，深谋远虑，设下计谋，救走任我行，老夫实在是佩服之至。这本《笑傲江湖》让我们四兄弟身败名裂，人在江湖，又岂能真的笑傲江湖？如今原无奉还。前辈，对不起。我兄弟4人深入日月神教，一心只想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做一番事业。可任教主性情暴躁，微服自用，我兄弟4人早已有退志之心。后来东方教主继位，更是每日不理教务，让我4兄弟更加心灰意冷，所以才讨得此差，隐居梅庄。这一来，可以远离黑木崖，不再与人勾心斗角；这二来，隐居西湖，琴书遣怀。这12年的轻浮，看来老朽是想够了。既然人生苦短，忧多喜少，又何必？大庄主，大哥！
的？我用琴谱、棋谱还有字画，以梅庄四友跟你比剑，他们比不过你，又想要那4样宝物，自然就会让你去和我爹比剑喽。在你们比剑的时候，是我大吼一声，用上几十年的功力，才将你和黄忠公他们震晕，然后再用这把莹莹让你交给我的钢丝锯，将手铐脚镣打开。怪不得，锁住我的手铐还有脚镣都有个缺口，可以打开的。我将外衣披在你身上，把你关了进去，让黄忠公以为我还在里面关着。再加上我在牢房外面放了琴谱、棋谱还有字画，他们看了这4样宝物，高兴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怀疑这牢房里的是冲哥，而不是我爹呢？哦，原来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啊！我是要去救我爹，可是说到底，我还是为了救你。我不是和你说过要给你疗伤吗？我就是想让你救下我爹之后，立下大功，我爹就会把吸星大法传授给你，这样就可以驱除你身体里的异种真气。没想到机缘巧合，你居然自己学会了。冲哥，我不是故意把你留在那儿的。留你在那儿，那是我的主意。我脱困之后，有许多大事要办，可不能让对头知道，只好委屈你在牢里多住上几天。今日便是前来救你的。好在你因祸得福，练成了我刻在石板床上的吸星大法，也总算是有所补偿吧。冲哥，我替爹爹给你赔不是了。莹莹固然是利用了我，但也是为了救我的命。我若不是出了大力，这吸星大法又怎么会传给我这个外人？莹莹，哪儿的话呢？说起来啊，我还得多谢任教主才是。我本来身受内伤，无法医治，但无意中练了教主的神功之后，这内伤竟然豁然而愈。我这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，是吧？好。其实这件事情说起来也是极为凶险。当初我将吸星大法的口诀刻在石板床上，只是聊以自慰。如果没有我的指点，练此功者将会走火入魔。先练成吸星大法，有几个难点必须要突破。哪几个难点？第一，就是要散去全身的功力，让丹田一无所有。如果还有存留，或者走错了穴道，那必将走火入魔，甚至七孔流血而亡。可令狐兄弟，你的内力早已经散尽，一无所有，说散就散，不费半点力气，这一难关对你来说好像并无难处。第二，就是在散功之后，吸取别人的内力，进入自己的丹田，然后再行走奇经八脉，为自己所用。自己内力已尽，吸取别人的真气，就有如是以卵击石，必定丧命。令狐兄弟，如今你体内的真气已听你的驱使，两大难关已经过了。难道你练成吸星大法，这是天意吗？爹，自从你被东方不败暗算之后，我一直在隐忍。这12年以来，我一直在秘密打探，直到最近才有你的消息，才知道你被东方不败关进地牢里了。这次，要不是冲哥的剑法，莹莹也不能这样成功的营救。爹，你是不是想好好奖赏冲哥？此人是天助我也，当务之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夺回我教主之位。令狐兄弟，你的剑法不错，人品也好，我看你跟莹莹也是挺般配的。
啊，就由我做主，将莹莹许配给你了。不过在此之后，你我要拜把子成兄弟，就是那种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兄弟。你入了教之后，你就是我的副教主，怎么样？爹。哎，教主美意。我令狐冲呢，乃是墨学后进，怎敢跟教主比肩称兄道弟啊？再说了，我虽然现在已不是华山派的弟子，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返华山。哎呀，那个华山派有什么好留恋的？你入我教之后，早晚有一天，你就是日月神教的教主。你和莹莹又是如此的般配，怎么？我这岳父老泰山的话你都不听吗？承蒙教主厚爱，莹莹垂青，我令狐冲更是受宠若惊。不过，我跟莹莹姑娘只是萍水相逢罢了，岂敢高攀呢？再说了，我心里面已有所属，我想，我恐怕要辜负人教主的美意了。